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谭玄林，把枪放下！原来是徐督军的公子啊！你是想要我的命吗？我不想取你性命，上海是我徐家的地盘，你让其他宾客先走，不要连累他人。我们的事可以坐下来谈。徐督军，我看你还没搞清楚状况。这木公馆已经被我包围了，这铁路、公路、码头都有我的部队驻守。就算你们出了木公馆，也出不了上海啊！你给我出来！把枪给我放下，否则我就打死他！关我屁事！对啊，你为什么要拿枪指着我？别跟我演戏了，她是你妹妹，我说的没错。姑娘，我什么时候认你做的妹妹？实在不好意思，我记忆力太差了。你告诉我，我认过你做妹妹吗？对啊，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，他是谁啊？你抓错人了吧？刚才他进来，你看他的眼神就开始闪躲。你们又都姓谭，还跟我说没关系。反正我数3个数，你要是不把枪放下，我就开枪打死他。姑娘，别怪我不救你，要怪就怪你跟我一样都姓谭。开枪吧！3、2、1，开枪啊！不要生气。谭玄林，你到底想要怎么样？徐督军，只要你和裴督军联合向全国通电，承认我对上海的管制权，我立马放你们出城。你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，我就是不发通电，你能奈我何？在场每一位的性命都比我谭玄林的值钱，但是，如果我把上海向革命军敞开呢？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督军，还有镇守使们，不就被我一锅端了吗？哈哈哈哈哈！你要挟我，没有筹码，怎么谈条件？徐督军，要么你就安安稳稳地做你的联军总司令，把上海让给我，我帮你管着；要么我就向革命军投诚，让你们再上一次战场。怎么样？2选1，选吧。谭少帅，你不过是要上海的管制权，大可不必搞得这么难看。说来听听。谭少帅，其实我很同情你。谭家军10年前被取消了番号，你带着一支无家可归的军队到处流浪，想必吃了不少苦。不如现在让你加入我徐家麾下，我副帅可以保举你出任上海司令，如何？读书人就是巧言令色，但是我不吃这一套，还是刚才的选项2选1，其他的免谈。文清，你要干什么？放了徐少帅，否则我开枪打死你！穆小姐，真是冤家路窄啊！谭少帅，我不知道婉清之前跟你有什么过节，但是她的亲生母亲前不久在日本刚刚病逝，她为了完成母亲的愿望，叶落归根，所以还请少帅不要做亵渎亡人之事。穆老板，我对尊夫人没有丝毫的不敬，这骨灰我也妥善保存。
只要徐督军一发通电，这骨灰我双手奉上。除非如光耀所言，你投给我的麾下，否则绝无可能。通电全国，兹事体大，我也不是不给你们思考的时间。只不过，徐少帅，你得跟我走一趟。等一发通电，我立刻送你回去。带走。我希望明天一早能看到通电。小四，给我滚出来！是啊。你竟然骗我们！裴少帅，我的姓名和电话都是真的，有空打给我啊，拜拜。你看看你干的好事儿啊！连个黄毛丫头都看不住，你丢不丢人呢？少帅，是我的过错。没说你是吧？你知道你今天差点坏了我的好事。哥，你别生气了。你看，今天你给我一个眼神，我立马明白你什么意思了。咱们俩配合的天衣无缝。谭四，这几天他不能出学校。是。哎，哥，不是，哎哥，哥。徐少帅，请。徐少帅，不知道你这次带来的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啊？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，就看谭少帅怎么选了。哦，听你这话的意思是要跟我谈判了？我要和你单独谈谈。谈拢了，自然是好；谈不拢，你大可绑了我，去要挟我父帅。怎么，我敢来，谭少帅竟不敢谈吗？徐少帅，想谈什么，我洗耳恭听。谈你的前途。有点意思，说来听听。原来这就是徐少帅说的，帮我找的前途。听起来有几分道理。你若同意约法三章，交出兵权财权，并解散谭家军，这样，我父帅不仅发通电承认你，而且会以徐家门生的名义，向陆军总部举荐你。等委任状一到，你就是名正言顺的上海司令。良禽择木而栖，此时入我督军府门下，不正是一个好机会吗？良禽择木而栖这句话说得特别好，我很认同。那我怎么才能确定，在你父亲眼里，我是那只良禽呢，还是肥鹅呀？你什么意思？徐少帅，我是怕呀。你说我要是凭借一意孤勇占领了这上海，那这在同意了约法三章之后，
这兵权和财权全部交上去，那我这督军门生和这上海的司令，我才能做几天啊？你信不过副帅。徐少帅，这话不对啊！你们非得逼着我把兵权交上去，不也是信不过我吗？你这样以下犯上，我副帅肯承认，还保举你出任上海司令，已经是宽宏大量。你想坐稳这个位子，交权是你唯一的出路。这么说，我没得选，你只是过来通知我的，并不是跟我商量的，对吗？这事没得商。你若交权，我们让你当这个司令；你若不交，这个司令能当几天，就全看你个人造化。等革命军退了，我督军府大军回师，到时候要你交的，就不是权，而是命。看来我真没得选了。谭少帅，你带兵进上海的时候，就应该知道自己已经捅了一个大娄子了吧？你我各退一步，是解决这个问题最体面的方法。你也不想，上海这十里洋场变战场吧？徐少帅，我这个人呢，不贪财，不弄权，这兵权、财权全部都交上去，我都没有问题。只不过我谭家军的兄弟们跟了我10年了，不给他们找条活路，我不可能撒手不管的。这个简单。我可以把你谭家的兵安置到产业里做工人，只要他们愿意脱军装、缴枪、卸甲归田，我保证，督军府绝不会为难他们。好，我同意了约法3章之后，那你又怎么保证你的父亲不会出尔反尔对我下手呢？那我要怎么，你才能信呢？这样，你的父亲在举荐我的同时，也举荐你，出任上海防守司令部的督办，常驻上海，配合我处理上海的防务。你觉得怎么样？谭少帅，你是要我当你的人质吗？哎呀，许少帅，我拿你当兄弟。再说了，这上海鱼龙混杂，门道这么多，在咱们司令部，我不得找一个体面的人充门面，不是吗？我若答应，你便与我约法3章，自然一一照办。好，这个督办我当。哎，这就对了嘛。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啊，他又加了个条件，让光耀留在上海做他的督办。哦，并且要求我和裴督军联合通电。裴督军，你意下如何呀？那就得看穆公的诚意了。你怎么能答应呢？这约法3章就像3道紧箍咒，财权兵权上交，你谭家军解散，你就成了光杆司令了。这徐伯钧要是秋后算账，我们只能坐以待毙呀。哎，老吴，你放心，这只是权宜之计。先哄着徐光耀，让他老爹发了通电，先让我坐上这上海的司令位置再说。咱们现在没权没钱，这光脚的还怕他穿鞋的不成？哎，这通电怎么还不来呀？哪有那么着急啊？
现在来不来通电就跟我们没关系了，关键要看穆老板肯为他这个女儿出多大价钱了。穆公，我们已经仁至义尽了，你好歹也退让一步吧。毕竟你的姑娘现在还在虎穴狼窝之中，你就不心疼吗？少帅，少帅，是不是通电来了？哦，果然不出你所料，各省督军啊接到了徐伯钧和裴勋的联合通电，任命你为上海城防司令。这些贺电啊都是早上收到的。哦，对了，陆军总部的委任状。看来穆老板是下了血本了。这门生二字有点碍眼呢。二位睡得如何呀？看谭少帅精神焕发的样子，想必是得到满意的结果了吧？当然满意。我一个山沟子里出来的马匪，莫名其妙的成了世家门生，我有什么可不满意的呀？谭少帅，哦不，现在应该称谭司令了。到底有些意难平了。要说不满意的吧，还是有的。这令尊啊，实在太磨叽了。今天早上才发通电，我这一晚上都没有怎么睡好啊。哪比得上少帅您呢？谭司令，你我以后还要在司令部共事，彼此还是放尊重一点吧。尊重，当然尊重。但是这好吃好喝，我羡慕得不得了。我昨日在门口休息，不信也可以向你的士兵求证。哦，徐少帅人在门口，心里痒痒吧？谭玄龄，好好好，我不说了。徐少帅啊，开不起玩笑。那咱们走吧，我亲自送你们出去，给足你们面子。笑话，要你给我们什么面子？哎，面子嘛，谁会嫌多呀？哎，老吴，你刚才看见没有？我说穆婉清和徐光耀婚事的时候，穆家那位小姐脸都气绿了。这穆婉婷啊，和徐光耀青梅竹马，之前传闻他们已经定了亲，现在半路杀出个穆婉清来，他脸色能好看得了？对呀，你不觉得这是一出好戏吗？这话我怎么听不懂啊？你听不明白就对了。哎，司令，刚才你为什么不把那个箱子拿回来？老吴，现在我要是把箱子拿回来，那到时候怎么让婉清小姐再登门造访呢？谭四，先送老吴回司令部，咱们两个出城去看看兄弟们。号外！徐国军通电全国，举荐门生谭玄龄担任上海防守司令长官。25岁谭玄龄成最年轻上海王。恭喜少帅出任上海司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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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2个时辰拿下了上海，这才是我们战无不胜的谭家军。谭家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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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谭家军。徐伯钧的兵在上海养尊处优惯了，根本就不禁打。这上海滩啊，迟早是我们谭家军的，到时候也轮到你们养尊处优了，可绝对不能变成那个样子。放心吧，司令，我们都是过苦日子的人。再说了，流浪过10年，好不容易有了个安定的住所，我们一定会好好珍惜。哎，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！跟着我，好日子还在后面呢。那是，您15岁就带着我们南征北战讨生活，跟着您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，我们绝对不会丢脸。怎么样，兄弟们都安置妥当了吗？报告司令，所有的将士训练生活都安排得非常好，放心吧。就是老夫，有什么话直说。你看，这难民们缺衣少穿的，我看着怪可怜的，就让伙房的兄弟们给他们搭了个粥棚，每天给他们喝粥。我知道了，做得很好，有你在，我放心。司令，有屁快放！现在财权上交了，花钱又有督军府管着，那弟兄们的军饷怎么办呀？谭色，谭色，你跟了我这么久，我什么时候拖欠过大家的军饷啊？现在不只是弟兄们的军饷，咱们租的这个小院只付了定金，月底就要结清的。这月底有钱结吗？哪儿有钱呀？不过，你现在已经贵为上海的司令了，人家巴结你都来不及呢。要不这样，你就说你征用了这个地方，他们一句话也不敢说。小兔子！我说了，我当上海司令是让你作威作福的吗？那不是，穷啊！说多少钱？直接说。那加在一起，怎么着也得4、5万大洋。我这次回邺城会把跟吴相应关系密切的10级以上的军官全部备案，我要摸清楚吴相应这次反水，他们是否牵扯其中。父亲，我以为不可。不光不能对他们备案，您最好还应该给吴相应发一份官函，日期改写成提前几天，内容是命令吴相应协助谭玄龄办理上海防务。只有将谭玄龄出任上海司令，弄成您的意思，才能勉强维护咱们督军府的颜面。更重要的是，如今革命军势如破竹，此时调查吴相应反水之事，难免会让军中人心惶惶。若这样继续发展下去的话，难保不会出现第2个吴相应。你小子啊，考虑问题越发周全了。不过，接下来你想怎么办？既然谭玄龄答应了咱们的约法3章，那我自然是盯着他执行下去。约法3章当然要盯着他执行，除此之外啊，还要盯他的错处，要抓住他一些把柄以备不时之需。就这么把上海给了那个马匪崽子，我这心里始终是窝着火的。且看他们能蹦跶几天吧。是。虽说这次和穆家的联姻暂时搁置，但是呢，晚清回来了，你们俩也是从小长大的情分。现在南北2家都在拉拢穆家，你留在上海，多与穆家走动走动，
帮我谈谈底，尤其是穆家的经营情况，现在暂时吃紧。仰仗穆家的地方还多着呢。是，儿子明白。我知道你向来办事稳妥，但是上海不比越城，有什么事情随时向我汇报。儿子，切记，万事小心。是，父亲。关阳，我俩都留下来陪你，够意思吧？少君是真心想留下来陪我，至于你嘛，肯定又是看上哪家姑娘了。主要是为了陪你，然后顺便看看姑娘。他看上那个女明星顾月霜了。你怎么光说我呀？那女学生都追上门来了。我还怀疑你老裴留在上海另有目的呢。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，光耀又不用我天天陪，我出去和姑娘们耍耍，也无伤大雅嘛。净干些无聊的事。那你说什么不无聊？可你这闷葫芦，大眼瞪小眼吗？哎，你一天不数落我，是不是会死啊？会不会死啊？好了好了好了，你们啊，从读书的时候就天天吵，吵来吵去还不是腻在一起？要我说，你还是少费点力气吧。哎，对了，关阳，刚才徐伯父叫你过去半天，都跟你说了些什么呀？正是你不懂。又小瞧人！我告诉你啊，我是懒得费尽心思跟你们动脑子。要是我的脑子动起来，你俩都不是我的对手。那，你说说看。徐伯父是想让你抓杏坛那小子的把柄吧？我说啊，你还是把心思放在女生身上吧，这种事你就少掺和了。我知道了，你呀，就是被杏坛那小子给扣下了。为了顾全大局，是身不由己。要是谁问我，我都这么说。哎，等等我！关耀兄，哎，徐督办，留步。双儿，你呢？去隔壁的卧室等我一下。卧室？去吧。哦。徐督办，来，快请坐，快请坐。徐督办，徐督军已经上火车了吧？这徐督军还在生我的气吗？谭司令，敬请放心，只要你信守承诺，副帅一定不计前嫌。太好了，承蒙督军的厚爱。我谭全林呢，也不是忘恩负义的人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在上海的衣食住行我全包了，只要你开口，我砸锅卖铁都帮你办到。喂。好啊，好啊，那就却之不恭了，我这就过去。好的，谭四，备车，穆老板中午邀请我们去吃饭。不是，这穆老板怎么想一出是一出？我这红烧肉炖了2小时呢。你就别抱怨了，这赶早不如赶巧，今天这顿饭一定会宾主尽兴。走了。这边请啊。
老爷，客人来了。谭司令，欢迎欢迎啊！谭司令，欢迎欢迎。穆公，您客气了。这次来的匆忙，没带什么礼物，带了一瓶江城陈酿。今天跟您和光耀兄好好喝一杯。好啊，来，请入座。请。来。今天请谭司令到家里来做客，一呢是尽下地主之谊，二呢是感谢谭司令对小女的关照。是呀，谭司令，晚清的平安扣摔碎了，还要谭司令您花钱去修，让我们呀太惭愧了。主要是我这个做母亲的呀想得不周到。穆夫人，这点小事您不用放在心上。其实呢，以咱们的交情，如果不是我摔碎的，我还真不用替你付钱。这个平安扣是我打碎的，我出钱修复，本来就是应该的。穆小姐不怪罪我，我就已经很感激了，谈不上什么照顾她。哎呦，这么一个小小的平安扣，谭司令都能打碎啊，那也太巧了吧！确实是巧啊。当时我正在陪双儿逛七宝老街，正好遇见了穆小姐。那你们是在哪里碰到的呀？我们是在七宝老街，他一看到我就来拉我，一不小心就打碎了。啊，婉清啊，我想一定是你走路不小心撞到谭司令了，对不对？还真不是，是我上去拉住穆小姐，可能动作有些粗鲁，才把平安扣打碎的。这个平安扣是谭司令打碎的，所以他才掏钱替我修补。哎呦，我说句不该讲的话呀，谭司令，你说你跟什么双小姐在大街上？啊，我家婉清怎么着也是名门淑女啊，不大好吧？这个……哎，对了，到底出什么事了那天？他是怕光耀哥知道他在逛街啊。这个，他就跟我谈公事，我又不想和他谈。你别跟他说在这儿碰见我。其实我是不想让穆小姐告诉光耀兄，在七宝老街遇见我。哎，光耀兄，实在抱歉，是我骗了你。当时我没跟费安顿去喝酒，我是必须要陪双儿去逛街，所以……看来谭司令为了不和我谈公事，还真是煞费苦心。光耀兄，我自罚一杯。哎呀，想不到还有这么一段故事。就是。不过，还是要感谢谭司令对小女的关照。来，我们今天多喝几杯。那就陪穆公一醉方休了。干！干！一张当铺的票子，居然还盖了司令部的章，你这是生怕别人不知道是你掏的钱。怪不得应对的天衣无缝，原来都是设计好的。我现在就拿着票子去找你对质，看看你还有什么说法。妈，是谭炫林竟然帮他打掩护，那平安扣明明是我打碎的呀。今天我们临时发难，穆婉清根本没有时间跟谭炫林对口供。可是谭炫林说的和他一模一样，越是一模一样啊，越值得怀疑。他们俩之间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。这小贱人还真有手段，幸好你私下里转移了他妈妈的嫁妆，还瞒过了他。
不然他用这些钱去贿赂谭玄林，让谭玄林一起对付我们，那我们可怎么办？早知道那些珠宝都不给他了，那些值钱的，我早就放到我娘家去了。现在光耀哥哥在咱们家住着，这小贱人肯定想方设法的勾引他。现在他又巴结上了谭玄林，那我们以后的日子可怎么办呀？他无非就2个目的：一是钱，2是前途。那我们就这么由着他来吗？哎，这次算到运气好混过去了。为了不让农爸爸怀疑，咱们还是再等等。妈，干脆除掉他算了。会有合适机会的，下次他就没那么好命。谁呀？大早上起来敲什么敲？还让不让人睡？睡觉了。这个是我从副官处拿到你今天的行程，这上面写谭司令上午似乎没有什么公事，我们要不要来聊一聊士兵安置的事？我求求你，我还没有吃早饭，吃完早饭咱们再谈好吗？求求你，求求你了。我们边吃边聊。谭司令，你那支队伍得有2000多人吧？这几乎是2个团的编制，整个上海防守司令部也只有1个警备团的建制。这么多人，开销可不小，早点安置，你也早点省心，不是吗？这包子哪儿买的？这么好吃？谭司令，你要是喜欢吃，我可以天天给你买。不用，你告诉我在哪儿买就行了，我自己买去。我们可以聊正事了吗？好，你等我一下。嘴巴右边。哎。关耀兄，这2000多人的安置，不是个简单的事。这些都是跟着我10年的兄弟了，所以我自然不能亏待他们。我总不能让他们去码头扛沙包吧？所以这件事，我想从长计，给我些时间。需要我帮忙吗？我们徐家在上海还是有几分薄面的。哎，不用，这点小事再让你们出面的话，我这上海司令当得也太窝囊了。快吃！你告诉我这在哪儿买的？快！徐督办真是个好人，这还好吃好喝的伺候您。他哪知道啊，您是个吃人嘴不短、拿人手不软的主。就你话多，你跟着他得了。不。我还是跟着您踏实，司令。再说了，好人没好报，您这军饷还没发呢。我去到徐督办那里。哎。妈，您安心的去吧。您放心，我们在这里丢了的东西，我会一件一件全部都拿回来。
徐督办，这么认真？怎么，找我有事？啊，我是来问你点事的。我听说这萧夫人出殡的队伍人少得可怜，这寒酸的样子，这不像是办木工原配夫人的丧事。今天是萧伯母出殡的日子。是啊，我原本以为这司令部应该有所表示，但萧夫人和穆老板已经离婚了，而且又葬在娘家的墓地，这关系有点尴尬。我本来想着主动去吊唁的，但又觉得不太好，所以想来问问你的意思。谭司令若有顾虑，就不必勉强了。好。督办，其实我觉得穆小姐有点可怜。我听说她一个人要在法源寺守灵一整夜，担心这荒郊野岭的，她会出什么危险。毕竟是佛门清净地，应该不会有大碍。也对。哦，对了，我副帅交代我一些事还没有办，我出去一趟。崔杰，这是我侄子。你犯什么事情了？师伯，这个家伙昨天在穆小姐为母守灵的时候，闯入法源寺，欲行非礼轻薄之事。啊，你！他说他是穆夫人的人，是穆夫人指使他这么做的。我事关夫人名誉，我特意把人带来，交给穆公，方便盘问。你有毛病啊你！我什么时候让你去过法源寺啊？你怎么能干这种丧尽天良、禽兽不如的事啊？你有没有良心啊你！狗东西，养条狗还不要主人呢！光耀贤侄，这狗东西交给你处置，要打要罚随便，跟穆家没关系。姑父，姑父，你觉得我怎么可能呢？我根本不可能这么做的。我跟穆小姐就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是一个道理。但是，我听门妹她说，他说什么？她说，姑姑有意要把穆小姐许配给我，然后让我去法源寺相见相见。如果相中了，就可以把生米煮成熟饭。真的，不要！救命！姑姑救命！真的是我听表妹她说的。不是。他说的是真的吗？老爷，你觉得我可能说出这种话吗？去把婉婷叫来。快去！婉婷，这狗东西昨天潜入法源寺，企图强暴婉琴。他说是你让他去的，是吗？我没有，表哥，你怎么能这样说呢？我哪里对不起你了？你这样说，明明是你跟我说的呀！你说姑姑有意把穆小姐许配给我，让我去法源寺见她，如果相中了，我就可以直接上了呀！你在说什么呀，爸？我一个未出阁的姑娘，我怎么可能让你做这种事？你就是这么说的呀！你专门去金楼找我的呀！崔少爷，把人放了。穆府的大小姐，我亲表妹。走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她怎么来这儿？那些仆人全部都是证人。若不是你告诉我的，我怎么知道萧夫人出殡？我怎么知道穆小姐守夜？
我昨天确实在金楼赌场碰到了你，正好碰到你被伙计追债，所以我才帮你还了钱。表哥，你怎么能这样说我啊？你跟我说，日本来的穆小姐抢了你的风头，让我收拾她，让我给你报仇，是不是你跟我说的？我没有，你说谎！你，老爷，都是我不好，我就是太惯着你了，给你惯坏了，说话做事蛮横无理，口无遮拦。但他也是那种刀子嘴豆腐心的叨叨啊，他不可能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啊。你说婉婷小姐指使你，还有证据？证据？还真有证据，就是那个支票，那个支票就是证据。支票？对。婉婷，到底有没有这回事？你昨天管我要支票来着，说你什么一个家里有困难的同学，你要帮他还债，你是不是在骗我？你说实话呀你！爸，我昨天确实是碰到他了，可是我是看在你和我们家沾亲带故的份上，怕你多了手指丢我们穆家人的脸，所以我才帮了你，没有告诉妈妈。你这孩子！婉婷，你好好说话，这是要出人命的，出人命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好好说，你说的是报仇，那是报仇。我没有说谎，不信的话可以叫金楼赌场的伙计来对质，我就是帮你还钱的。婉晴，这件事情是爸爸不好，考虑的不够周全，应该派人和你一起去。当然，婉婷也有问题，要不是她乱咬舌根子，也不会让这种无耻之徒钻了空子。念婉婷无心之失，她也承认了错误，就原谅她，好吗？姐姐，我真的不是有心要害你的，我也是被那些人利用的，你就原谅我吧，好不好？一切都听爸爸的。闭门思过1个月，哪儿都不许去。嗯。妈，这次多亏了你，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能不能做事，不要只顾眼前，不考虑后果呀？你知道这次多危险啊！我知道错了，以后做事情不要感情用事，什么事要跟我商量一下。只不过这回便宜了那个小贱人。你着什么急啊？来日方长，会有机会的。我没想到穆世伯会这么轻易就接受那番解释，因为在爸爸心里，他根本就不相信这件事情是婉婷做的，再纠缠下去，也不会有什么别的结果了。穆世伯也真是，怎么就不会替你想一想？你也不用替我打抱不平。和当年哥哥死后，我爸爸马上就把崔姨和婉婷接回家相比，这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我明白了，这样的虎狼之家，我不放心让你一个人带着，我来想办法。进来。哎，光耀兄，我说了，你给我点时间，你别催我了。
你要时间，我当然会给你。只要谭司令不怕家底耗光，我可以陪你，从长计议。关耀兄，多谢了，请坐。我来找你，也不是因为方案的事，其实是有些其他的事，想请谭司令行个方便。啊？你有求于我？好，只要我能做到，我一定做。也不是什么大事。我想请婉清担任我的外文秘书，婉清也答应了。谭司令这边没问题吧？如果是工作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在商务印书馆给你找一个通晓5国语言的秘书，这不是更合适吗？婉清精通日文、英文，而且以穆家的关系，谭司令以后想和工部局打好交道的话，婉清也能帮上忙。也对。行，明天让穆小姐来上班吧。如果她一个人不行的话，我再给她找个帮手。我和婉清自小便认识，我很了解她。她分内的事一定会做好。我这就去告诉婉清，先替婉清谢过谭司令了。啊，不客气啊。真是早了不起啊！够了。早啊，早啊，夫人早，哎，师伯早。啊，早，来，坐下吃饭吧。睡得好吗？嗯。多吃点，等一下要上班了。好。啊，老爷，喝粥呀。啊，好。关耀，刚才谭司令来电话，想让婉婷去做你的外文秘书，手续都已经办好了。师伯，我跟谭司令说的明明是让婉清去的呀。谭司令说，婉清为母亲守孝在身，加上绑架的事，觉得对不住婉清，所以他觉得还是让婉婷去做你的外文秘书，免得大家尴尬。这个谭司令还真是出尔反尔。光耀啊，其实婉清、婉婷这2姊妹啊，做你的秘书，用谁都可以的，用得顺手就好呀。夫人，哎，司令部的外文秘书对英文、日文，包括国文要求都非常高。婉婷现在恐怕难以胜任。光耀哥哥，我在上学的时候学习是不怎么好，可是我现在已经很努力地赶上了，而且你都不让我试试，怎么知道我不行啊？婉婷小姐，这是工作，不得儿戏。光耀啊，侬可不知道，婉婷用起功来哟，哎呦，聪明的不得了啊！你呀，就给婉婷一个机会吧。光耀哥，既然婉婷想试，就让她去试试吧。反正我今天也累了，刚好休息一下。就是啊，婉清，你看你这2天脸色都不好了。自从日本回来以后，被你母亲的事情忙来忙去的，也太累了。正好我炖了上好的血液，等炖好了，一会儿给你送过去啊，补一补。谢谢崔姨。不要客气。光耀哥哥，你多吃一点，一会儿我们还要去上班呢。我吃饱了，你们慢用。爸爸妈妈，我也走了。哎，光耀哥哥，等我啊！
哥哥，光耀哥哥，我帮你开车门吧。嗯。哎，光耀哥哥，你坐后面来嘛。开车。只要你肯帮我，我就给你1万大洋。2万。谭色，今天这茶有点淡。哦，那我回头去看一下，换一个。3万，3万总行了吧？莫小姐，请吧。5万，我给你5万。谭色，倒茶。司令，你这是要出去啊？哎呦，5万小姐来了。喂，今天不是第1天上班吗？怎么人没来啊？少装算了，我有话问你，老地方见。好。哎呀，临门一脚的时候还被人截了胡，你妹妹这么做真的太过分了。别演戏了，你知不知道当这个秘书对我来说有多重要？我当然知道。在司令部当秘书，你在穆家的地位就完全不一样了。知道你还这样，是不是穆婉婷给你钱了？不错，还真被你猜中了。但是你妹妹出手真的大方，我无法拒绝。谭司令，当初是你费尽心思要与我合作，还和我约法3章。这第1条就是互相信任，一致对外。没想到现在为了这点小钱就忘恩负义。这哪是小钱呢？5万大洋啊！不拿白不拿呀！为母亲守灵的那一次，我还以为你是个可靠的盟友，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忘恩负义。道不同不相为谋，以后我们各走各的路。你今天的任务，先把那2份文件翻译一下。光耀哥哥，你看这份日文的，我看了半天，就只看懂了1句。还有这个英文的，我怎么也没看懂。要不然这样吧，你来口述，我记录怎么样？不好意思，我这边还有很多文件。今天实在没时间，不会你就查字典吧。哦。哎呀，婉婷小姐，欢迎欢迎啊！
你的到来让我们这司令部蓬荜生辉啊！我代表司令部全体老爷们儿，对你表示热烈欢迎。这欢迎呢归欢迎，不过我可说好了啊，我可是光耀哥哥的秘书，可不归你们使唤。好。既然谭司令这么欢迎婉婷小姐，那你们先聊，我有事要先走了。哎，怎么我一来你就走啊？哎，光耀哥哥，那我这份文件怎么办？哎，我看看。哎呀，这个确实难翻译啊！我早说啊，让他从那个商务印书馆找一个翻译来，他太不懂得怜香惜玉了。这样吧，你呀好好查字典，有什么事儿随时叫我啊。哎，哼。徐督办，这是我们司令让我交给您的。什么意思？啊，这是顾月霜小姐的电影首映礼，她希望您和穆婉清小姐可以一起参加。你们司令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？我们司令让我转达您，他答应您的事儿一定会办到，只是对于女人，不能硬碰硬，要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你们司令果然是身经百战。我早说啊，让他从那个商务印书馆找一个翻译来，他太不懂得怜香惜玉了。喂，是商务印书馆吗？啊，是。哦，我要找一个翻译，要最快最好的那种，现在就要。光耀哥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今天是顾月霜主演的电影发布会，谭司令给了我2张票，我想请你一起去看。这个谭玄林到底在搞什么？怎么，你不想去吗？啊，没有啊，我也是顾月霜的影迷，很喜欢看她的电影。是魏先生吗？商务印书馆的。对，小姐，是你在找翻译吗？嗯，你英文、日文应该都可以吧？是的。我跟你讲啊，你要是翻译好了，我可以给你双倍价钱，而且这活儿天天都有。啊，那小姐，我是在这里面上班吗？你一会儿翻译好了再送过来，2个小时之后你到楼下，我下来取。走，站住！干什么的呀？我是来取文件的。取什么文件？拿来看看。哎，你们干什么？哎，不要动，别动！你们干什么？私自将保密文件外传，这是要上军事法庭的。这是你们徐督办让我翻译的，他说我找来帮忙的，我可是你们徐督办的秘书。我们现在需要关你禁闭，一切都等徐督办回来再说。我可是你们徐督办的未婚妻。到底是徐督办的秘书还是未婚妻啊？未婚妻兼秘书，明白了吗？哦，明白。随军太太是吧？胡说什么呢？你们2个，现在就把光耀哥哥叫回来，找他当面问清楚。对不起，徐督办不在，我们联系不上他。
你们二位还是先跟我们走一趟吧。走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